哦，优秀，优秀，优秀。哦，优秀，优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再度感谢来自日本的野和太鼓带来精彩的压轴演出，非常感谢。优秀，优秀，谢谢日本的野和太鼓。哦，要多一点。非常感谢今天表演的5个团队，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圆满结束。非常感谢所有贵宾的大驾光临，也谢谢今天所有到场参与的民众，因为有你们，我们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非常圆满成功。也提醒大家，离开时不要帮我们叠椅子，把垃圾带走即可，因为。
出，非常谢谢他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巴拉圭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的舞蹈。
春洋溢的日本也和太鼓带来精彩的演出，非常谢谢他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巴拉圭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的舞蹈，保护巴拉圭的民俗文化责任。他们代表巴拉圭参加国际上非常多重要的节庆，也致力于让全球观众可以更感受到巴拉圭民俗的独特魅力。当然，今天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也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请费卡洛大使我们挥手打个招呼？非常感谢费大使亲自出席。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会举行，我们有20个团队，闭幕式会即将回到我们南营绿都新公园举行大汇演的演出。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有5个团队带来完整20分钟的演出，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也非常精彩。那也提醒大家，10月13号的闭幕式下午4点会在南营的绿都新公园举行。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赞助商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还有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赖慧委员，还有我们的沈家凤议员也亲自到场出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巴拉圭的。再为大家补充介绍我们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他们的舞团呢是由20位专业的艺术家，从传统的艺术还有民族风格的舞蹈，把巴拉圭的龟平舞还有波尔卡舞都融合进去。他们演出的特点呢是他们会穿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装，那这些服装呢是色彩丰富，保留了巴拉圭的传统文化精髓。团队的每个成员啊，他们都知道自己身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巴拉圭文化的使命。那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
度谢谢巴拉圭雷科维舞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们请所有团员留步，也欢迎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上台，与刚刚所有演出的团队一起合影，也欢迎所有与会的贵宾一同到台前来。欢迎大家，也非常感谢我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舞蹈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肩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还有推广保护巴拉圭民俗文化的责任，也到非常多的国家参加重要的民间节庆。当然，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民俗艺术节2024南营艺术节，他们也到场了。请所有贵宾，我们一起看一下正中央。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非常感谢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欢迎大使。非常感谢，那请所有的贵宾回到座位上。再度感谢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的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还有我们所有与会贵宾，感谢大家，请回座。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团体，我们看了日本跟巴拉圭的表演，接下来这一团是我们台湾在地地方，从台南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在台南非常多知名的活动，全国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2005年由小朱老师创立的，有一群非常热爱打鼓的老师，还有学生，有共同兴趣所组成的团体。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2022年3月大甲妈祖帮他们命名叫奉天神鼓，从台南地方出发，曾经到欧洲、捷克的日本、厦门等地演出，并且他们还跟非常多有名的人合作，包含大家非常熟知的大支、吴俊宏，甚至呢，他们除夕夜的时候也到台视去参加红白大赏节目，而且他们也攻小巨蛋了，跟Aquaman共同演出，非常厉害，对不对？这是我们发迹从台南发迹，一直到全台湾、全世界的团体，由大甲妈祖所命名的奉天神鼓。他们呢，结合台湾的传统文化，还有创意的鼓艺，大家可以在震撼的鼓艺中呢，感受到欢乐的气氛。期待他们呢，今天透过鼓乐的演出，来传播良善还有快乐给所有人。再度感谢大家加入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最后一天完整的20分钟团队演出，也就在我们今天的兆丰企业之夜，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台湾的奉天神鼓。没有啦，就出来了。
上。
谢谢。这大甲妈祖命令我们奉天神父。我们是台南在地奉天神父，我们的团队从国小到成人都有，再次给我们做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感恩，好棒。非常感谢从台南发机，谢谢大家。要代表台湾奔向世界各地的奉天神鼓。在接下来的团队准备的期间，补充为大家介绍我们南营国际艺术节。大家都知道是从1996年粉墨登场，一直到今年已经将近30个年头了。非常感谢所有观众还有我们的长官贵宾的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一直希望以国际性的文化作为桥梁，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民间表演艺术团体。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邀请了18国21个国际团队一起来到台湾，甚至是在台南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主会场，有非常多的活动，包含我们的风调雨顺大戏，我们的开幕，还有明天下午4点的闭幕展演活动，包含这几天我们所有团队精心准备20分钟完整的演出，甚至是不止在我们在台南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办理相关的讲座、工作坊，相信大家都有参与到。也如同叶副市长所说的，就是很多民众因为我们的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参加了好多次，可能不仅是在主会场，也在台南各个地方都参加到，也让各个国家的风俗民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舞蹈、他们的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团是来自智利这个地方，它是麦伊瓦舞团，也非常特别。他们从1980年以来都一直致力于研究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相信很多人应该可能跟我一样，之前没有接触过，但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在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大力推广，就是大力筹办之下，我们可以在台南这个地方看到远从智利来的麦伊瓦舞团带来的表演。他们研究的舞蹈和音乐，从示范和解说的角度，让拉帕努伊岛的历史还有传说与时并进，给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智利人，从小呢也都对我们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深深着迷着，而且他们充满敬意。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透过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演出，可以看到，这也是呢麦伊瓦舞团名称的由来。他们是来自于拉帕努伊岛，意思呢是指来自大陆。大家可以仔细听，等等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题目。如果常常来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他们对于文化遗产呢有非常多的尊重跟传承。当然，我们拉帕努伊的音乐还有舞蹈呢，深刻体现了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的遗产，同时呢也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影响。那传统的拉帕努伊音乐节呢，节奏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它的声调是非常和谐，会使用鼓啊，或是马的骨头，然后石头等古老的乐器来进行演奏。他们的舞蹈呢，除了是拉帕努伊的文化，他们的仪式或庆祝的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者呢会非常专业的透过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舞姿，还有颜色鲜艳的服装，来模仿像是海浪啊、鸟类啊一些姿势优美的动作，来讲述一些故事。当然，等下小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有头上会戴着羽毛的装饰，来还有精致的服装，来象征身体的彩绘，为表演呢增添视觉上面丰富的层次。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是我们的兆丰国企业之夜，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兆丰银行的大力支持。在台上准备的是来自我们智利的麦伊瓦舞团，我们再度掌声欢迎这里的麦伊瓦舞团，感谢。
气力，哦，比巴拉圭还要南边。My name is Haumaka, an ancient sage from a distant land called Marayanima. Long ago, I was granted a vision of a mighty wave so vast and powerful it swept over our entire island, dragging our hom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Troubled by what I had seen, I shared this vision with King Hotumatua, and then I lay down to rest. As I slept, my spirit embarked on an astral journey across the great Pacific Ocean, soaring over the waves until I arrived at an island that seemed to be the very navel of the world. When I woke, I told the king of my dream. Without hesitation, he gathered 7 explorers and sent them forth to find this mysterious land. Upon returning, the explorers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new land. Soon after, we set sail upon 2 vessels, one carrying the king and his family, and the other for his sister, Avaripua. And so, our story began, with our arrival at this new land, our new home. Upon landing, the king symbolically divided the island in 2, keeping one half for himself and granting the other to Avaripua. At first, he named this land Tepito o Tekainga, but over time, it became known as the enigmatic island of Rapa Nui.
possess a supernatural power called mana. They could bless the harvest, ensure bountiful catches from the sea, and even summon rain in times of drought. When these individuals passed away, the need to honor them gave birth to the grand stone monuments we call moai.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would be mummified and buried beneath the moai, so their power would not fade away. It all begins when two young sons of the king brought the first carved statue to an old sage named Kaiheke. The sage looked at the statue and said they had incorrectly carved his neck. To fix it, they must gaze downward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 shape, referring to the male burial marker. And so, the form of the moai was established,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Arenaora, meaning the living face of the ancestors. What? Oh, geez. The moai bodies were carved from the slopes of the Nanaranaku volcano. Their pukao, often mistaken for a hat, was believed to represent tied-up hair and was sculpted from a red stone extracted from Unabao volcano. The eyes, made from white coral with obsidian pupils, would bring the statue to life, allowing it to channel the power of the person buried beneath. For this reason, all the moais gaze inwards, protecting the heart of the island.
Oh, oh, oh. Oh, oh, oh. One of the island's most famous battles, Hurricane War, broke out. In its wake, only one Moai remained standing. Moai Piwenere, the lone survivor of this brutal clash. Oh, oh.
哇，非常感谢塞尔维亚的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还没有结束，也提醒大家，在大家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的救护站旁边，有贩卖他们的纪念商品。如果您喜欢他们刚刚的表演，或是等一下带来更精彩的演出，也可以到救护站旁边去选购，有包含他们特色的猪皮鞋，还有他们国家的吊饰，甚至是他们表演的 DVD。当然，他们今天所带来的表演的服装还有音乐，都是他们原创设计的，展现了塞尔维亚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也强调了他们文化非常深厚的底蕴，相信大家透过刚刚的舞蹈都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
吼吼吼，好棒！太有氧，太有氧。好棒哦，有趣哦。再度感谢来自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团队的演出，还有到场的所有贵宾跟今天到场的观众。我们今天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也提醒您，椅子先不要收，垃圾记得带走。也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13号，我们压轴的闭幕仪式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下午的4点
俗艺术节，欢迎大家参与，也欢迎大家明天到我们的主会场参与我们的闭幕仪式。再度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李欣，晚安，下次见。左边韩国啦、纽西兰啦、日本啦，右边智利啊，是保加利亚是哪一国？巴拉圭在上面，右边那个南西兰的，中间那个是哪一国？可以照片搜寻看看，谷歌智慧镜头搜寻。今仔日人足济，哇！较早嘛是啊，因迄拢咧翕相安尼哦。有，拢去遐咧翕。哦，那会当倒遐翕哦。表演。哦，有日本的、泰国的拢足济啊。迄南美洲巴拉圭，迄个头上顶着瓶子那个，可以一贯道有传到巴拉圭的。
谢青春洋溢的日本也和太鼓带来精彩的演出，非常谢谢他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巴拉圭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的舞蹈，保护巴拉圭的民俗化责任。他们代表巴拉圭参加国际上非常多重要的节庆，也致力于让全球观众可以更感受到巴拉圭民俗的独特魅力。当然，今天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也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请费卡洛大使我们挥手打个招呼？非常感谢费大使亲自出席。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会举行，我们有20个团队，闭幕式会即将回到我们南营绿都新公园举行大汇演的演出。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有5个团队带来完整20分钟的演出，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也非常精彩。那也提醒大家，10月13号的闭幕式下午4点会在南营的绿都新公园举行。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赞助商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还有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赖慧委员，还有我们的沈家凤议员也亲自到场出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巴拉圭。再为大家补充介绍我们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他们的舞团呢是由20位专业的艺术家，从传统的艺术还有民族风格的舞蹈，把巴拉圭的龟平舞还有波尔卡舞都融合进去。他们演出的特点呢是他们会穿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装，那这些服装呢是色彩丰富，保留了巴拉圭的传统文化精髓。团队的每个成员他们都知道自己身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巴拉圭文化的使命。那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
好，
谢我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舞蹈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肩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还有推广保护巴拉圭民俗文化的责任，也到非常多的国家参加重要的民间节庆。当然，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民俗艺术节2024南营艺术节，他们也到场了。请所有贵宾，我们一起看一下正中央。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非常感谢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欢迎大使。非常感谢，那请所有的贵宾回到座位上。再度感谢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的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还有我们所有与会贵宾，感谢大家，请回座。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团体，我们看了日本跟巴拉圭的表演，接下来这一团是我们台湾在地地方，从台南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在台南非常多知名的活动，全国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2005年由小朱老师创立的，由一群非常热爱打鼓的老师，还有学生有共同兴趣所组成的团体。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2022年3月大甲妈祖帮他们命名叫奉天神鼓，从台南地方出发，曾经到欧洲、捷克的日本、厦门等地演出，并且他们还跟非常多有名的人合作，包含大家非常熟知的大支、吴俊宏，甚至呢，他们除夕夜的时候也到台视去参加红白大赏节目，而且他们也攻小巨蛋了，跟Aquaman共同演出，非常厉害，对不对？这是我们发迹从台南发迹，一直到全台湾、全世界的团体，由大甲妈祖所命名的奉天神鼓。他们呢，结合台湾的传统文化，还有创意的鼓艺，大家可以在震撼的鼓艺中呢，感受到欢乐的气氛。期待他们呢，今天透过鼓乐的演出，来传播良善还有快乐给所有人。再度感谢大家加入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最后一天完整的20分钟团队演出，也就在我们今天的兆丰企业之夜，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台湾的奉天神鼓。没有啦，就出来了。
哦，赞赞赞！
谢谢。这大姐妈祖命名的奉天神父。我们是台南在地奉天神父，我们的团队从国小到成人都有，再次给我们做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感恩，好棒！非常感谢从台南发机。谢谢大家。要代表台湾奔向世界各地的奉天神鼓。在接下来的团队准备的期间，补充为大家介绍我们南瀛国际艺术节。大家都知道是从1996年粉墨登场，一直到今年已经将近30个年头了。非常感谢所有观众还有我们的长官贵宾的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一直希望以国际性的文化作为桥梁，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民间表演艺术团体。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邀请了18国21个国际团队一起来到台湾，甚至是在台南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主会场，有非常多的活动，包含我们的风调雨顺大戏，我们的开幕，还有明天下午4点的闭幕展演活动，包含这几天我们所有团队精心准备20分钟完整的演出，甚至是不止在我们在台南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办理相关的讲座、工作坊，相信大家都有参与到。也如同叶副市长所说的，就是很多民众因为我们的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参加了好多次，可能不仅是在主会场，也在台南各个地方都参加到，也让各个国家的风俗民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舞蹈、他们的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团是来自智利。这个地方它是麦伊瓦舞团，也非常特别。他们从1980年以来都一直致力于研究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相信很多人应该可能跟我一样，之前没有接触过。但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在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大力推广，就是大力筹办之下，我们可以在台南这个地方看到远从智利来的麦伊瓦舞团带来的表演。他们研究的舞蹈和音乐，从示范和解说的角度，让拉帕努伊岛的历史还有传说与时并进，给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智利人，从小呢也都对我们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深深着迷着，而且他们充满敬意。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透过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演出，可以看到，这也是呢麦伊瓦舞团名称的由来。他们是来自于拉帕努伊岛，意思呢是指来自大陆。大家可以仔细听，等等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题目。如果常常来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他们对于文化遗产呢有非常多的尊重跟传承。当然，我们拉帕努伊的音乐还有舞蹈呢，深刻体现了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的遗产，同时呢也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影响。那传统的拉帕努伊音乐节呢，节奏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它的声调是非常和谐，会使用鼓啊，或是马的骨头，然后石头等古老的乐器来进行演奏。他们的舞蹈呢，除了是拉帕努伊的文化，他们的仪式或庆祝的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者呢会非常专业的透过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舞姿，还有颜色鲜艳的服装，来模仿像是海浪啊、鸟类啊一些姿势优美的动作，来讲述一些故事。当然，等下小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有头上会戴着羽毛的装饰，来还有精致的服装，来象征身体的彩绘，为表演呢增添视觉上面丰富的层次。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是我们的兆丰国企业之夜，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兆丰银行的大力支持。在台上准备的是来自我们智利的麦伊瓦舞团，我们再度掌声欢迎这里的麦伊瓦舞团，感谢。
南美洲地域，看有巴拉圭还有南边。My name is Haumaka, an ancient sage from a distant land called Marayanima. Long ago, I was granted a vision of a mighty wave so vast and powerful it swept over our entire island, dragging our hom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Troubled by what I had seen, I shared this vision with King Hotumatua, and then I lay down to rest. As I slept, my spirit embarked on a nostral journey across the great Pacific Ocean, soaring over the waves until I arrived at an island that seemed to be the very navel of the world. When I woke, I told the king of my dream. Without hesitation, he gathered 7 explorers and sent them forth to find this mysterious land. Upon returning, the explorers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new life. Soon after, we set sail upon 2 vessels, one carrying the king and his family, and the other for his sister, Avaripua. And so, our story began, with our arrival at this new land, our new home. Upon landing, the king symbolically divided the island in 2, keeping one half for himself and granting the other to Avaripua. At first, he named this land Tepito o Tekainga, but over time, it became known as the enigmatic island of Rapa Nui.
fathers ensure bountiful catches from the sea and even summon rain in times of drought. When these individuals passed away, the need to honor them gave birth to the grand stone monuments we call moai.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would be mummified and buried beneath the moai, so their power would not fade away. It all begins when two young sons of the king brought the first carved statue to an old sage named Kaiheke. The sage looked at the statue and said they had correctly carved his neck. To fix it, they must gaze downward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 shape, referring to the male burial marker. And so, the form of the moai was established,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Arena Oahu, meaning the living face of the ancestors. What? Oh, geez. The moai bodies were carved from the slopes of the Nanoranaku volcano. Their pukao, often mistaken for a hat, was believed to represent tied-up hair and was sculpted from a red stone extracted from Unabao volcano. The eyes, made from white coral with obsidian pupils, would bring the statue to life, allowing it to channel the power of the person buried beneath. For this reason, all the moais gaze inwards, protecting the heart of the island.
its weight, only one way remains standing. Why Piuenere, the lone survivor of this brutal clash.
María Maite con tu
哇，非常感谢塞尔维亚的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还没有结束，也提醒大家，在大家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的救护站旁边，有贩卖他们的纪念商品。如果您喜欢他们刚刚的表演，或是等一下带来更精彩的演出，也可以到救护站旁边去选购，有包含他们特色的猪皮鞋，还有他们国家的吊饰，甚至是他们表演的 DVD。当然，他们今天所带来的表演的服装还有音乐都是他们原创设计的，展现了塞尔维亚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也强调了他们文化非常深厚的底蕴。相信大家透过刚刚的舞蹈都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
太有氧，太有氧。好棒哦，有趣哦。再度感谢来自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团队的演出，还有到场的所有贵宾跟今天到场的观众。我们今天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也提醒您，椅子先不要收，垃圾记得带走。也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13号，我们压轴的闭幕仪式一样。
们的绿都行公园。下午的4点就开始喽，非常精彩。我们经历过了我们很多天的巡回，6天在台南地区的巡回，我们20个国际团队会汇聚到我们的主舞台来进行我们的闭幕大团演，请大家不要再错过喽。我们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欢迎大家参与，也欢迎大家明天到我们的主会场参与我们的闭幕仪式。再度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李欣，晚安，下次见。左边韩国啦、纽西兰啦、日本啦，右边智利是保加利亚是哪一国？巴拉圭在下面，右边那个南西兰的，中间那个是哪一个？所以照片搜寻后，谷歌智慧镜头条件。今仔日人足多，哇，较早嘛是，因迄拢咧翕相安尼个，有，拢去遐咧翕。那会当倒遐翕哦。表演。哦，有日本的、泰国的拢足多。
美洲巴拉圭，那头上顶着瓶子那个，可以一贯道有传到巴拉圭。
出，非常谢谢他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巴拉圭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的舞蹈，保护巴拉圭的民俗文化责任。他们代表巴拉圭参加国际上非常多重要的节庆，也致力于让全球观众可以更感受到巴拉圭民俗的独特魅力。当然，今天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也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请费卡洛大使我们挥手打个招呼？非常感谢费大使亲自出席。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会举行，我们有20个团队，闭幕式会即将回到我们南营绿都新公园举行大汇演的演出。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有5个团队带来完整20分钟的演出，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也非常精彩。那也提醒大家，10月13号的闭幕式下午4点会在南营的绿都新公园举行。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赞助商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还有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赖慧委员，还有我们的沈家凤议员也亲自到场出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巴拉圭。再为大家补充介绍我们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他们的舞团呢是由20位专业的艺术家，从传统的艺术还有民族风格的舞蹈，把巴拉圭的龟平舞还有波尔卡舞都融合进去。他们演出的特点呢是他们会穿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装，那这些服装呢是色彩丰富，保留了巴拉圭的传统文化精髓。团队的每个成员啊，他们都知道自己身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巴拉圭文化的使命。那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
好好好。
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舞蹈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肩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还有推广保护巴拉圭民俗文化的责任，也到非常多的国家参加重要的民间节庆。当然，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民俗艺术节2024南营艺术节，他们也到场了。请所有贵宾，我们一起看一下正中央。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非常感谢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欢迎大使。非常感谢，来请所有的贵宾回到座位上。再度感谢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的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还有我们所有与会贵宾，感谢大家，请回座。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团体，我们看了日本跟巴拉圭的表演，接下来这一团是我们台湾在地地方，从台南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在台南非常多知名的活动，全国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2005年由小朱老师创立的，由一群非常热爱打鼓的老师，还有学生，有共同兴趣所组成的团体。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2022年3月大甲妈祖帮他们命名叫奉天神鼓，从台南地方出发，曾经到欧洲、捷克的日本、厦门等地演出，并且他们还跟非常多有名的人合作，包含大家非常熟知的大支、吴俊宏，甚至呢，他们除夕夜的时候也到台视去参加红白大赏节目，而且他们也攻小巨蛋了，跟Aquaman共同演出，非常厉害，对不对？这是我们发迹从台南发迹，一直到全台湾、全世界的团体，由大甲妈祖所命名的奉天神鼓。他们呢，结合台湾的传统文化，还有创意的鼓艺，大家可以在震撼的鼓艺中呢，感受到欢乐的气氛。期待他们呢，今天透过鼓乐的演出，来传播良善还有快乐给所有人。再度感谢大家加入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最后一天完整的20分钟团队演出，也就在我们今天的兆丰企业之夜，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台湾的奉天神鼓。没有啦，要出来了。
赞赞赞。
站！谢谢。这大甲妈祖命名的呢，奉天神父。我们是台南在地奉天神父，我们的团队从国小到成人都有，再次给我们做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感恩，好棒！非常感谢从台南发机，谢谢大家。要代表台湾奔向世界各地的奉天神鼓。在接下来的团队准备的期间，补充为大家介绍我们南营国际艺术节。大家都知道是从1996年粉墨登场，一直到今年已经将近30个年头了。非常感谢所有观众还有我们的长官贵宾的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一直希望以国际性的文化作为桥梁，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民间表演艺术团体。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邀请了18国21个国际团队一起来到台湾，甚至是在台南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主会场，有非常多的活动，包含我们的风调雨顺大戏，我们的开幕，还有明天下午4点的闭幕展演活动，包含这几天我们所有团队精心准备20分钟完整的演出，甚至是不止在我们在台南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办理相关的讲座、工作坊，相信大家都有参与到。也如同叶副市长所说的，就是很多民众因为我们的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参加了好多次，可能不仅是在主会场，也在台南各个地方都参加到，也让各个国家的风俗民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舞蹈、他们的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团是来自智利这个地方，它是麦伊瓦舞团，也非常特别。他们从1980年以来都一直致力于研究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相信很多人应该可能跟我一样，之前没有接触过，但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在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大力推广，就是大力筹办之下，我们可以在台南这个地方看到远从智利来的麦伊瓦舞团带来的表演。他们研究的舞蹈和音乐，从示范和解说的角度，让拉帕努伊岛的历史还有传说与时并进，给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智利人，从小呢也都对我们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深深着迷着，而且他们充满敬意。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透过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演出，可以看到，这也是呢麦伊瓦舞团名称的由来。他们是来自于拉帕努伊岛，意思呢是指来自大陆。大家可以仔细听，等等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题目。如果常常来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他们对于文化遗产呢有非常多的尊重跟传承。当然，我们拉帕努伊的音乐还有舞蹈呢，深刻体现了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的遗产，同时呢也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影响。那传统的拉帕努伊音乐节呢，节奏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它的声调是非常和谐，会使用鼓啊，或是马的骨头，然后石头等古老的乐器来进行演奏。他们的舞蹈呢，除了是拉帕努伊的文化，他们的仪式或庆祝的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者呢会非常专业的透过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舞姿，还有颜色鲜艳的服装，来模仿像是海浪啊、鸟类啊一些姿势优美的动作，来讲述一些故事。当然，等下小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有头上会戴着羽毛的装饰，还有精致的服装，来象征身体的彩绘，为表演呢增添视觉上面丰富的层次。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是我们的兆丰国企业之夜，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兆丰银行的大力支持。在台上准备的是来自我们智利的麦伊瓦舞团，我们再度掌声欢迎这里的麦伊瓦舞团，感谢。
视力的很厚，视力的慢。南美洲视力，你看比巴拉圭还有南边。My name is Haumaka, an ancient sage from a distant land called Marayanima. Long ago, I was granted a vision of a mighty wave so vast and powerful it swept over our entire island, dragging our hom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Troubled by what I had seen, I shared this vision with King Hotumatua, and then I lay down to rest. As I slept, my spirit embarked on an astral journey across the great Pacific Ocean, soaring over the waves until I arrived at an island that seemed to be the very navel of the world. When I woke, I told the king of my dream. Without hesitation, he gathered 7 explorers and sent them forth to find this mysterious land. Upon returning, the explorers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new land. Soon after, we set sail upon 2 vessels, one carrying the king and his family, and the other for his sister, Avaripua. And so, our story began, with our arrival at this new land, our new home. Upon landing, the king symbolically divided the island in 2, keeping one half for himself and granting the other to Avaripua. At first, he named this land Tepito o Tekainga, but over time, it became known as the enigmatic island of Rapa Nui.
bless the harvest, ensure bountiful catches from the sea, and even salmon rain in times of drought. When these individuals passed away, the need to honor them gave birth to the grand stone monuments we call moai.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would be mummified and buried beneath the moai, so their power would not fade away. It all begins when two young sons of the king brought the first carved statue to an old sage named Kaiheke. The sage looked at the statue and said they had correctly carved his neck. To fix it, they must gaze downward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 shape, referring to the male burial marker. And so, the form of the moai was established,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Arenaora, meaning the living face of the ancestors. What? Oh, geez. The moai bodies were carved from the slopes of the Nanararaku volcano. Their pukao, often mistaken for a hat, was believed to represent tied-up hair and was sculpted from a red stone extracted from Punapau volcano. The eyes, made from white coral with obsidian pupils, would bring the statue to life, allowing it to channel the power of the person buried beneath. For this reason, all the moais gaze inwards, protecting the heart of the island.
One of the island's most famous battles, Huriguan War, broke out. In its wake, only one Moai remained standing. Moai Piueñarere, the lone survivor of this brutal clash. Oh
哇，非常感谢塞尔维亚的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还没有结束，也提醒大家，在大家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的救护站旁边，有贩卖他们的纪念商品。如果您喜欢他们刚刚的表演，或是等下带来更精彩的演出，也可以到救护站旁边去选购，有包含他们特色的猪皮鞋，还有他们国家的吊饰，甚至是他们表演的 DVD。当然，他们今天所带来的表演的服装还有音乐，都是他们原创设计的，展现了塞尔维亚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也强调了他们文化非常深厚的底蕴，相信大家透过刚刚的舞蹈都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
太有氧，太有氧。好棒哦，有趣哦。再度感谢来自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团队的演出，还有到场的所有贵宾跟今天到场的观众。我们今天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也提醒您，椅子先不要收，垃圾记得带走。也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13号，我们压轴的闭幕仪式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下午的4点。
始喽，非常精彩。我们经历过了我们很多天的巡回，6天在台南地区的巡回，我们20个国际团队会汇聚到我们的主舞台来进行我们的闭幕大团演，请大家不要再错过喽。我们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欢迎大家参与，也欢迎大家明天到我们的主会场参与我们的闭幕仪式。再度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李欣，晚安，下次见。左边韩国啦、纽西兰啦、日本啦，右边智利啊，是保加利亚是哪一国？巴拉圭在上面。右边那个南起来的，中间那个是哪一国？可以照片搜寻看看，谷歌智慧镜头条件。今仔日人足济，哇，咱嘛是，因迄拢咧翕相安尼无？有，拢去遐咧翕。哦，那会当到遐翕无？表演。哦，日本的、泰国的拢足济啊。南美洲巴拉圭。
那头上顶的瓶子那个，可以一贯道有传到巴拉圭呢。
演出，非常谢谢他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巴拉圭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的舞蹈，保护巴拉圭的民俗化责任。他们代表巴拉圭参加国际上非常多重要的节庆，也致力于让全球观众可以更感受到巴拉圭民俗的独特魅力。当然，今天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也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请费卡洛大使我们挥手打个招呼？非常感谢费大使亲自出席。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会举行，我们有20个团队，闭幕式会即将回到我们南营绿都新公园举行大汇演的演出。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有5个团队带来完整20分钟的演出，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也非常精彩。那也提醒大家，10月13号的闭幕式下午4点会在南营的绿都新公园举行。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赞助商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还有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赖慧委员，还有我们的沈家凤议员也亲自到场出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巴拉圭的。再为大家补充介绍我们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他们的舞团呢是由20位专业的艺术家，从传统的艺术还有民族风格的舞蹈，把巴拉圭的龟平舞还有波尔卡舞都融合进去。他们演出的特点呢是他们会穿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装，那这些服装呢是色彩丰富，保留了巴拉圭的传统文化精髓。团队的每个成员他们都知道自己身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巴拉圭文化的使命。那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
好好好。
演传统和民俗风格舞蹈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肩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还有推广、保护巴拉圭民俗文化的责任，也到非常多的国家参加重要的民间节庆。当然，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民俗艺术节2024南营艺术节，他们也到场了。请所有贵宾，我们一起看一下正中央。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非常感谢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欢迎大使。非常感谢，那请所有的贵宾回到座位上。再度感谢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的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还有我们所有与会贵宾，感谢大家，请回座。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团体，我们看了日本跟巴拉圭的表演，接下来这一团是我们台湾在地地方，从台南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在台南非常多知名的活动，全国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2005年由小朱老师创立的，有一群非常热爱打鼓的老师，还有学生，有共同兴趣所组成的团体。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2022年3月大甲妈祖帮他们命名叫奉天神鼓，从台南地方出发，曾经到欧洲、捷克的日本、厦门等地演出，并且他们还跟非常多有名的人合作，包含大家非常熟知的大支、吴俊宏，甚至呢，他们除夕夜的时候也到台视去参加红白大赏节目，而且他们也攻小巨蛋了，跟Aquaman共同演出，非常厉害，对不对？这是我们发迹从台南发迹，一直到全台湾、全世界的团体，由大甲妈祖所命名的奉天神鼓。他们呢，结合台湾的传统文化，还有创意的鼓艺，大家可以在震撼的鼓艺中呢，感受到欢乐的气氛。期待他们呢，今天透过鼓乐的演出，来传播良善还有快乐给所有人。再度感谢大家加入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最后一天完整的20分钟团队演出，也就在我们今天的兆丰企业之夜，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台湾的奉天神鼓。没有啦，要出来了。
好，
谢谢。这大甲妈祖命名的奉天神父。我们是台南在地奉天神父，我们的团队从国小到成人都有，再次给我们做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感恩，好棒好棒。有。非常感谢从台南发机。谢谢大家。要代表台湾奔向世界各地的奉天神鼓。在接下来的团队准备的期间，补充为大家介绍我们南营国际艺术节。大家都知道是从1996年粉墨登场，一直到今年已经将近30个年头了。非常感谢所有观众还有我们的长官贵宾的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一直希望以国际性的文化作为桥梁，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民间表演艺术团体。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邀请了18国21个国际团队一起来到台湾，甚至是在台南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主会场，有非常多的活动，包含我们的风调雨顺大戏，我们的开幕，还有明天下午4点的闭幕展演活动，包含这几天我们所有团队精心准备20分钟完整的演出，甚至是不止在我们在台南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办理相关的讲座、工作坊，相信大家都有参与到。也如同叶副市长所说的，就是很多民众因为我们的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参加了好多次，可能不仅是在主会场，也在台南各个地方都参加到，也让各个国家的风俗民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舞蹈、他们的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团是来自智利。这个地方它是麦伊瓦舞团，也非常特别。他们从1980年以来都一直致力于研究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相信很多人应该可能跟我一样，之前没有接触过。但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在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大力推广，就是大力筹办之下，我们可以在台南这个地方看到远从智利来的麦伊瓦舞团带来的表演。他们研究的舞蹈和音乐，从示范和解说的角度，让拉帕努伊岛的历史还有传说与时并进，给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智利人，从小呢也都对我们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深深着迷着，而且他们充满敬意。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透过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演出，可以看到，这也是呢麦伊瓦舞团名称的由来。他们是来自于拉帕努伊岛，意思呢是指来自大陆。大家可以仔细听，等等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题目。如果常常来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他们对于文化遗产呢有非常多的尊重跟传承。当然，我们拉帕努伊的音乐还有舞蹈呢，深刻体现了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的遗产，同时呢也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影响。那传统的拉帕努伊音乐节呢，节奏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它的声调是非常和谐，会使用鼓啊，或是马的骨头，然后石头等古老的乐器来进行演奏。他们的舞蹈呢，除了是拉帕努伊的文化，他们的仪式或庆祝的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者呢会非常专业的透过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舞姿，还有颜色鲜艳的服装，来模仿像是海浪啊、鸟类啊一些姿势优美的动作，来讲述一些故事。当然，等下小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有头上会戴着羽毛的装饰，还有精致的服装，来象征身体的彩绘，为表演呢增添视觉上面丰富的层次。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是我们的兆丰国企业之夜，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兆丰银行的大力支持。在台上准备的是来自我们智利的麦伊瓦舞团，我们再度掌声欢迎这里的麦伊瓦舞团，感谢。
好体力，看比巴拉圭还要南边。My name is Haumaka, an ancient sage from a distant land called Marayanima. Long ago, I was granted a vision of mighty waves so vast and powerful it swept over our entire island, dragging our hom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Troubled by what I had seen, I shared this vision with King Hotumatua and then I lay down to rest. As I slept, my spirit embarked on a nostral journey across the great Pacific Ocean, soaring over the waves until I arrived at an island that seemed to be the very navel of the world. When I woke, I told the king of my dream. Without hesitation, he gathered 7 explorers and sent them forth to find this mysterious land. Upon returning, the explorers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new life. Soon after, we set sail upon 2 vessels, one carrying the king and his family, and the other for his sister, Avaripua. And so, our story began, with our arrival at this new land, our new home. Upon landing, the king symbolically divided the island in 2, keeping one half for himself and granting the other to Avaripua. At first, he named this land Tepito o Tekainga, but over time, it became known as the enigmatic island of Rapa Nui.
Oh, oh, oh.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ere those among the Rapani people who were said to possess a supernatural power called mana. They could bless the harvest, ensure bountiful catches from the sea, and even summon rain in times of drought. When these individuals passed away, the need to honor them gave birth to the grand stone monuments we call moai.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would be mummified and buried beneath the moai, so their power would not fade away. It all begins when two young sons of the king brought the first carved statue to an old sage named Kaleheke. The sage looked at the statue and said they had correctly carved his neck. To fix it, they must gaze downward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 shape, referring to the male burial marker. And so, the form of the moai was established,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Arena Ora, meaning the living face of the ancestors. What? Oh, geez. The moai bodies were carved from the slopes of the Nanoranaka volcano. Their pukao, often mistaken for a hat, was believed to represent tied-up hair and was sculpted from a red stone extracted from Punabao volcano. The eyes, made from white coral with obsidian pupils, would bring the statue to life, allowing it to channel the power of the person buried beneath. For this reason, all the moais gaze inwards, protecting the heart of the island.
找那个石头看。哦哦哦，哦哦，哇，非常感谢塞尔维亚的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还没有结束，也提醒大家，在大家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的救护站旁边，有贩卖他们的纪念商品。如果您喜欢他们刚刚的表演，或是等一下带来更精彩的演出，也可以到救护站旁边去选购，有包含他们特色的猪皮鞋，还有他们国家的吊饰，甚至是他们表演的 DVD。当然，他们
演的服装还有音乐都是他们原创设计的，展现了塞尔维亚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也强调了他们文化非常深厚的底蕴。相信大家透过刚刚的舞蹈都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
太有氧，太有氧。好棒哦，有趣哦。再度感谢来自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团队的演出，还有到场的所有贵宾跟今天到场的观众。我们今天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也提醒您，椅子先不要收，垃圾记得带走。也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13号，我们压轴的闭幕仪式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下午的4点
巡回6天在台南地区的巡回，我们20个国际团队会汇聚到我们的主舞台来进行我们的闭幕大团演，请大家不要再错过了哦。我们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欢迎大家参与，也欢迎大家明天到我们的主会场参与我们的闭幕仪式。再度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李欣，晚安，下次见。左边韩国啦、纽西兰啦、日本啦，右边智利是保加利亚是哪一国？巴拉圭在下面，右边那个南西兰的，中间那个是哪一国？可以照片搜寻看看，谷歌智慧镜头小心。今仔日人足多，哇！确实嘛是啊，因迄拢爱翕相啊，你无？有，拢去遐咧翕。那会当倒遐翕无？表演。哦，有日本的、泰国的拢足多。迄南美洲巴拉圭，迄个头上顶的瓶子那个。
那一贯道有传到巴拉圭呢。
谢青春洋溢的日本也和太鼓带来精彩的演出，非常谢谢他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巴拉圭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专注于表演传统和民俗风格的舞蹈，护巴拉圭的民俗文化责任。他们代表巴拉圭参加国际上非常多重要的节庆，也致力于让全球观众可以更感受到巴拉圭民俗的独特魅力。当然，今天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也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请费卡洛大使我们挥手打个招呼？非常感谢费大使亲自出席。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绿都新公园会举行，我们有20个团队，闭幕式会即将回到我们南营绿都新公园举行大汇演的演出。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有5个团队带来完整20分钟的演出，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也非常精彩。那也提醒大家，10月13号的闭幕式下午4点会在南营的绿都新公园举行。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赞助商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还有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赖慧委员，还有我们的沈家凤议员也亲自到场出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巴拉圭。再为大家补充介绍我们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他们的舞团呢是由20位专业的艺术家，从传统的艺术还有民族风格的舞蹈，把巴拉圭的龟平舞还有波尔卡舞都融合进去。他们演出的特点啊是他们会穿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装，那这些服装呢是色彩丰富，保留了巴拉圭的传统文化精髓。团队的每个成员啊，他们都知道自己身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巴拉圭文化的使命。那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
呵呵呵。
演传统和民俗风格舞蹈的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他们肩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还有推广、保护巴拉圭民俗文化的责任，也到非常多的国家参加重要的民间节庆。当然，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民俗艺术节2024南营艺术节，他们也到场了。请所有贵宾，我们一起看一下正中央。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非常感谢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欢迎大使。非常感谢，那请所有的贵宾回到座位上。再度感谢巴拉圭雷科维舞团，以及我们的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费卡洛大使，还有我们所有与会贵宾，感谢大家，请回座。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团体，我们看了日本跟巴拉圭的表演，接下来这一团是我们台湾在地地方，从台南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在台南非常多知名的活动，全国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2005年由小朱老师创立的，由一群非常热爱打鼓的老师，还有学生有共同兴趣所组成的团体。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是2022年3月大甲妈祖帮他们命名叫奉天神鼓，从台南地方出发，曾经到欧洲、捷克的日本、厦门等地演出，并且他们还跟非常多有名的人合作，包含大家非常熟知的大支、吴俊宏，甚至呢，他们除夕夜的时候也到台视去参加红白大赏节目，而且他们也攻小巨蛋了，跟Aquaman共同演出，非常厉害，对不对？这是我们发迹从台南发迹，一直到全台湾、全世界的团体，由大甲妈祖所命名的奉天神鼓。他们呢，结合台湾的传统文化，还有创意的鼓艺，大家可以在震撼的鼓艺中呢，感受到欢乐的气氛。期待他们呢，今天透过鼓乐的演出，来传播良善还有快乐给所有人。再度感谢大家加入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最后一天完整的20分钟团队演出，也就在我们今天的兆丰企业之夜，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台湾的奉天神鼓。没有啦，就出来了。
上。
谢谢。这大甲妈祖命名的奉天神鼓。我们是台南在地奉天神鼓，我们的团队从国小到成人都有，再次给我们做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感恩，好棒！非常感谢从台南发起。谢谢大家。要代表台湾奔向世界各地的奉天神鼓。在接下来的团队准备的期间，补充为大家介绍我们南营国际艺术节。大家都知道是从1996年粉墨登场，一直到今年已经将近30个年头了。非常感谢所有观众还有我们的长官贵宾的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只希望以国际性的文化作为桥梁，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民间表演艺术团体。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邀请了18国21个国际团队一起来到台湾，甚至是在台南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主会场，有非常多的活动，包含我们的风调雨顺大戏，我们的开幕，还有明天下午4点的闭幕展演活动，包含这几天我们所有团队精心准备20分钟完整的演出，甚至是不止在我们在台南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办理相关的讲座、工作坊，相信大家都有参与到。也如同叶副市长所说的，就是很多民众因为我们的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参加了好多次，可能不仅是在主会场，也在台南各个地方都参加到，也让各个国家的风俗民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舞蹈、他们的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团是来自智利这个地方，它是麦伊瓦舞团，也非常特别。他们从1980年以来都一直致力于研究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相信很多人应该可能跟我一样，之前没有接触过，但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在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大力推广，就是大力筹办之下，我们可以在台南这个地方看到远从智利来的麦伊瓦舞团带来的表演。他们研究的舞蹈和音乐，从示范和解说的角度，让拉帕努伊岛的历史还有传说与时并进，给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智利人，从小呢也都对我们拉帕努伊岛的音乐还有舞蹈深深着迷着，而且他们充满敬意。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透过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演出，可以看到，这也是呢麦伊瓦舞团名称的由来。他们是来自于拉帕努伊岛，意思呢是指来自大陆。大家可以仔细听，等等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题目。如果常常来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他们对于文化遗产呢有非常多的尊重跟传承。当然，我们拉帕努伊的音乐还有舞蹈呢，深刻体现了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的遗产，同时呢也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影响。那传统的拉帕努伊音乐节呢，节奏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它的声调是非常和谐，会使用鼓啊，或是马的骨头，然后石头等古老的乐器来进行演奏。他们的舞蹈呢，除了是拉帕努伊的文化，他们的仪式或庆祝的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者呢会非常专业的透过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舞姿，还有颜色鲜艳的服装，来模仿像是海浪啊、鸟类啊一些姿势优美的动作，来讲述一些故事。当然，等下小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有头上会戴着羽毛的装饰，还有精致的服装，来象征身体的彩绘，为表演呢增添视觉上面丰富的层次。再度感谢大家加入我们2024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天是我们的兆丰国企业之夜，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兆丰银行的大力支持。在台上准备的是来自我们智利的麦伊瓦舞团，我们再度掌声欢迎智利的麦伊瓦舞团，感谢。
去比巴拉圭还要南边。My name is Haumaka, an ancient sage from a distant land called Marayanima. Long ago, I was granted a vision of a mighty wave so vast and powerful it swept over our entire island, dragging our hom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Troubled by what I had seen, I shared this vision with King Hotumatua, and then I lay down to rest. As I slept, my spirit embarked on an astral journey across the great Pacific Ocean, soaring over the waves until I arrived at an island that seemed to be the very navel of the world. When I woke, I told the king of my dream. Without hesitation, he gathered 7 explorers and sent them forth to find this mysterious land. Upon returning, the explorers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is new life. Soon after, we set sail upon 2 vessels, one carrying the king and his family, and the other for his sister, Alaripua. And so, our story began, with our arrival at this new land, our new home. Upon landing, the king symbolically divided the island in 2, keeping one half for himself and granting the other to Avaripua. At first, he named this land Tepito o Tekainga, but over time, it became known as the enigmatic island of Rapa Nui.
Oh, oh, oh.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ere those among the Rapani people who were said to possess a supernatural power called mana. They could bless the harvest, ensure bountiful catches from the sea, and even summon rain in times of drought. When these individuals passed away, the need to honor them gave birth to the grand stone monuments we call moai.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would be mummified and buried beneath the moai, so their power would not fade away. It all begins when two young sons of the king brought the first carved statue to an old sage named Kaiheke. The sage looked at the statue and said they had correctly carved his neck. To fix it, they must gaze downward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 shape, referring to the male burial marker. And so, the form of the moai was established,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Arenaora, meaning the living face of the ancestors. What? Oh, geez. The moai bodies were carved from the slopes of the Nanoraraku volcano. Their pukao, often mistaken for a hat, was believed to represent tied-up hair and was sculpted from a red stone extracted from Unabao volcano. The eyes, made from white coral with obsidian pupils, would bring the statue to life, allowing it to channel the power of the person buried beneath. For this reason, all the moais gaze inwards, protecting the heart of the island.
One of the island's most famous battles, Huriguay War, broke out. In its wake, only one Moai remained standing. Moai Piueñarere, the lone survivor of this brutal clash.
智利的国语，来自南美洲智利。是我找那个石头像。哇，非常感谢塞尔维亚的西姆诺夫图戈维民族舞团。还没有结束，也提醒大家，在大家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的救护站旁边，有贩卖他们的纪念商品。如果您喜欢他们刚刚的表演，或是等一下带来更精彩的演出，也可以到救护站旁边去选购，有包含他们特色的
猪皮鞋，还有他们国家的吊饰，甚至是他们表演的 DVD。当然，他们今天所带来的表演的服装还有音乐都是他们原创设计的，展现了塞尔维亚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也强调了他们文化非常深厚的底蕴。相信大家透过刚刚的舞蹈都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塞尔维亚西姆诺夫图戈维民俗舞团。